后来我也是因为这件事受到刺激，脑子才慢慢恢复正常，去了南方创业，有一个很大的家具厂，又延伸投资了很多产业，但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王娇儿的家人，以至于到我出车祸的那一刻，王娇儿的坟依然在他们村里。可能是上天可怜我这车祸，让我重生了，重生到王娇儿被拐卖过来的这一天。傻陈，这么晚了你又在村里瞎跑什么？今天是怎么了？这傻子不对劲啊！你看手里还拿着钱，不知道去哪偷来的。王娇儿，等我，等我，我来救你，这辈子我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而此时的王娇儿满脸淤青的蜷缩在墙角，一旁的3个老男人在那讨价还价。王娇儿因为路上被人贩子打得太狠，现在失去了部分记忆，她甚至都想不起来怎么被拐卖到这里的。再加2块钱，别人买老婆一个人用，你们是2兄弟用，我没让你们出双份钱就算是好的。还有，这是正八经的大学生，文化人，你们哪找钱？老兄，要不我们就加2块钱吧。这个小妹妹长得是真漂亮，比我们以前那个粗糙婆娘强太多了。你给我闭嘴，少说话。老沈，你看我们加1块钱行不行？18块，最低价。如果行，我拿钱走，今晚他就可以睡你们兄弟俩的床上。如果不行，我就带着去隔壁村。这种女大学生还长得这么漂亮，大把人要。王国才是真不愿意再加钱，这年头猪肉才几毛钱一斤，这2块钱都可以买几斤猪肉了。不过2兄弟很快就想了个馊主意。老沈，这女大学生你有没有用过？用个屁！一路上不停在想着逃跑，光打他气了。你觉得我有时间吗？那你想不想？你什么意思？不加钱，我们给你机会，如何？墙角边的王娇儿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赶紧起身走过来，跪在了人贩子面前。叔叔，不要，求你放了我。我放你回去了，你会放过我吗？你当我3岁小孩好糊弄是吗？叔叔，求求你了好吗？我求求你了。王娇儿跪在的脚下，刚好被沈万里看到了那一份饱满，忽然一下按捺不住自己心底的原始欲望。成交，不要你们这2块钱了，你们2个出去。这样才对嘛，记得快点啊，这老婆可不能被你用太久。沈万里有些迫不及待了，抓着王娇儿的胳膊往那边的床上拖，任凭王娇儿怎么求饶都没有用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轰的一声被人踹开，思辰从外面冲了进来，一脚把沈万里给踹到了墙角。你特么谁呀？打我！傻陈，你怎么跑这里来发疯了？赶紧给我出去！王国才想要过去拉傻子，但看到傻子的眼神，突然有一股无形的恐惧。这傻子怎么了？怎么这眼神像死人一样？傻子杀人不犯法，我们别多管闲事。再说，让这傻子打死了沈万里，我们买老婆的15块钱不就省了吗？对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傻胜，没事没事，国才叔不管你的事啊。思辰看了一眼刚慌乱当中蜷缩在墙角恐惧无助的王娇儿，有那么一会像是跨越了前生后世的生死，终于不顾一切的找到了那个毕生不忘的执念。但想起王娇儿被打死那画面，再看王娇儿脸上的肿胀和淤青，心冷到了极点。走到沈万里面前就是一巴掌，沈万里这才看清楚，打他的是被大队的牛撞傻的那个傻子。你哪只手把他打成了这样？傻陈，你别激动，告诉万里叔叔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威胁？你哪只手把他打成了这样？我再问你话。两只手都打过。傻陈，我特么傻子，你特么到底想要干嘛？你是从哪里把他拐卖过来的？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你是叔叔送给你。说不说？川省，我只记得是这个地方，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我本来是想去川省倒卖点东西，但路上钱被偷了，几天没吃饭，饿得头昏眼花的。刚好这个大学生过来给我饭吃，我一想，总不能白跑一趟吧，所以你就把他拐卖了。求求你放了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放了我。知道再问也没有任何结果，因为前世王娇儿死了后，这3人全部被抓。沈万里在警察面前也是这么说。那2个老光棍倒是吃了花生米。思辰沉默会开口说道：你刚刚说我要是看中了他，你送我。老沈，我们可是谈好了的，这是个傻子，傻子的话。闭嘴，人是我带来的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那个傻子送你，你赶紧带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一旁的2个老光棍憋得像是个绿毛乌龟，但他们也不敢惹这傻子。王娇儿也被他的样子吓到了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凶的人，比那人贩子还要凶，所以本能的挛缩，像是个小猫一样瑟瑟发抖。见他那副模样，思辰很心疼，无奈蹲在了他面前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上来，我背你走。听他们刚吵架，好像还是村里的傻子。我要是跟他走了，他杀了我怎么办？上来，你没有选择，别反抗。王娇儿在听到这话后，眼泪水扑的往下流，下意识的看向了那个人贩子。相比于人贩子，她现在反而更害怕和这个傻子走，真怕会被思辰给打死。走啊，还发什么愣？想起刚才思辰打那人贩子场面，不情不愿的爬到了思辰背上。思辰背起了他出门，背后2个老光
光棍马上和沈万里吵了起来。门外夜朗星疏，耳侧虫鸣不绝，前生后世。直到此刻，思辰那颗漂泊不定的心才算是得到少许的安宁，因为背后背着他前世眷念了一辈子的人。思辰的家比较复杂，出生的时候母亲难产去世了，父亲拉扯他到了10岁，跟隔壁村的女同志结了婚。这个后妈也带了个儿子过来，比他大几个月。后来父亲又和这个后妈生了个女儿，大队又把一头牛给黄星光看管，为此还在他家的菜地里盖了一个土砖牛房。去年包产到户后，牛被大队牵走了，这屋子空了下来，后妈把他赶到了这牛房里一个人住。思辰背着王娇儿来到牛房，站在门口思绪万千。你可以先放我下来吗？别动。思辰没有说话，把王娇儿背进牛房，放到床上让他趴好。他以为这个傻子要把他的清白给夺走，闭着眼睛，只希望这令人窒息的黑夜快点过去。忽然感觉背上一阵清凉，再也止不住崩溃的情绪。放了我好吗？我真的不想，求求你了。疼吗？疼。忍着点，我给你上点药。放心，以后没人敢打你了。他怎么了？不玷污我清白吗？难道是我多想了？不可能。好了，好好休息，尽量别动，我就在门口守着，有事叫我。看到思辰拿着刀出去，王娇儿吓得直哆嗦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傻子怎么可能会放了我？都拿着刀守在门口不让我跑了。虽然他不记得自己家在哪里，但谁愿意在这种地方过一辈子，还要和一个傻子一起？一阵窒息绝望后，开始计划怎么逃跑。想着想着，外面传来杀猪般嚎叫的悍妇声，他赶紧起床，走到门口，竟然天亮了，而他也不见踪影。吵架的声音却越发激烈。哪个天打雷劈五雷轰的，把我家的32块钱偷走了？黄星光，肯定是被你傻儿子偷走了。这个不中用的傻子啊，我们家要负担他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别给我胡说八道，一有事就把事怪到小陈身上。王娇儿站在门口，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只见一个悍妇抓着一个中年男人从屋子里出来。怎么办呀？我要跑吗？他们看到我跑，会不会打我？好什么奇？听别人吵架呀？刚刚我直接跑进大山，不就完了吗？怎么办？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家？没等王娇儿想出办法，那对中年夫妻就来到她面前。王娇儿那见过这场面，一时没过脑子回了句：我是傻胜昨晚买回来的老婆。老婆？什么老婆？黄星光，你还不承认？你自己看看。好啊，你这傻儿子长出息了啊，居然还学会偷家里钱去买老婆。张凤霞气得那狭长的三角眼迸发出了令人极度不适的光芒。黄星光老实巴交的，正准备问什么，背着篓子的思辰回来了。钱是被我拿了，但你确定这钱是你家的？王娇儿一看是思辰回来了，害怕的一溜烟的跑回了牛房。你这什么话？什么叫我家你家？胡说八道！爸，咱们分家吧，不想和你们牵扯在一起了。张凤霞一听思辰要分家，突然着急了。现在她跟着张木匠打家具，一天赚1块，1个月算下来也能赚8、9块。他儿子潘涛可全靠他这点钱供着，这要是真的分家了怎么办？对，小陈，妈妈不是。你不配做我妈，别来恶心我。张凤霞听到这话，脸拉得很是难看，但她理亏不敢说多话，心里想着，反正她1年到头清醒也只有这么1、2天，等她再次变傻了，再慢慢收拾你个蠢傻子。压制下了心头之火后，虚情假意的笑着说：好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既然你有老婆了，那是应该过自己的日子。家里还有3斤菜籽油，10来斤米，你待会打1斤油，4斤米，拿1套锅碗瓢盆，就这么去过日子吧。说完就转身回了屋。看儿子这么决绝的模样，黄星光心里很是难受，也是无奈叹了口气，心里想着等儿子再次变傻后，把这姑娘送走。自家的儿子是傻子，可也别害了人家姑娘。随便你吧，反正过2天后你又会变成那样，都怪我在你小时候没看好你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张凤霞就提着菜籽油和米过来，装模作样的放到思辰面前。这2天你给我多吃点，别节省。思辰没有搭理他，提着就进了屋。张凤霞立马换了张脸。黄星光，我倒了8辈子的血霉啊，怎么嫁给你这么个木脑壳？思辰回到牛棚，很快就做好了一大锅浓白鱼汤，于是他早上去抓的。快来吃饭。我不饿，才不要吃你的饭呢。话还没说完，肚子本能的饿得响。被沈万里抓来的一路上，他基本没吃什么东西。真不吃啊？不吃，你别想用糖衣炮弹来腐化我，我绝对不会屈服。见状，思辰也不说话，顾自的吃了起来。王娇儿坐在那边墙角，闻着鱼的香味，口水狂吞。吃饱喝足后，思辰望着他说：我叫黄思辰啊，别想着从山里逃走，山里有很多野猪，甚至还有老虎会吃人。骗人！我认真的，你耐心点，好好回忆，
哪天想起自己家在哪了，我会送你回去。但我现在要去找我那木工师傅，想办法赚点钱，估计要晚上才能回来。要是你肚子饿了，就把饭菜吃了，吃饱了在家里不要乱跑。不吃，打死不吃。看着思辰离开了家，他最终还是没忍住，手脚不听使唤的来到饭桌前。好香啊，要不我就吃一点点，他应该不会发现吧？对，吃了后我找机会跑，不然哪来的力气跑？就这样一边自我安慰，一边吃着鱼汤，直到一锅子鱼汤被他吃光，才停下来，正准备计划逃跑路线，突然一个小女孩冲进来。你是我哥哥的老婆吗？小同志，你是谁？我是哥哥的妹妹啊。傻生的妹妹。我不喜欢别人嘲笑我哥哥是傻子。爸爸说哥哥是最好的人，哥哥也是对云云最好了。真是他妹妹啊，但是为什么都叫他傻子？爸爸说以前在生产队，爸爸种的田被牛踩坏了，大队书记不计他工分，哥哥知道后心疼爸爸，他就去打那头牛，然后被那头牛撞傻了。姐姐，你不说我哥哥是傻子好不好？云云很不喜欢，其实我哥哥可聪明了。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妹妹，突然一下对这家人感觉很好奇。那怎么行？不是在拖着我搞投机倒把吗？你小子要么整年的迷糊，要么一清醒就开始胡说八道。刚刚思辰和他讲了贩卖家具的事，张德宝听闻大发雷霆，这不是抢供销社的生意，投机倒把吗？怎么可能答应？师傅，要不我不干了。你再说一句试试，你不干了，你以后怎么生活？很长时间没抽你，先抽了是吗？我想试试做成品去卖。昨天我买了个老婆回来，我要养活她，所以买了老婆。张德宝微微皱眉想了想，这小子怎么脑子清醒的时候，却比糊涂的时候还要糊涂？就他后妈对他的那个样，他能另外成家吗？反正脑子也清醒不了几天，几天后糊里糊涂的，到时候骂回来就是了。于是懒得搭理他。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随便你。好，等我发财了，我再买酒回来孝敬你。滚滚滚，发什么财？嘴巴在外面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被人报告到大队那边去，不怕别人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是吗？看到思辰跑了后，笑眯眯的瞧了一下思辰带来的东西。臭小子，还知道买酒给我喝？师傅，要是我说不干了，你会不会打死我？一直躲在里面，另一个徒弟蒋小军这时走了出来，看到张德宝拿起一旁的木方，赶紧撒腿就跑。张德宝，你过分了，又拿这了打人，特么同样是徒弟，待遇差距这么大，你还是我无产阶级同志吗？老子是你师傅，不是你同志。蒋小军，你有本事给我站住！我特么傻啊，站着让你打，你又跑不过我。蒋小军估计是不止一次被追着打了，熟门熟路，一溜烟的跑不见人影了。张德宝骂了几句后便回屋了。陈哥，你搞那个投机倒把，能赚到很多钱。思辰回过头，一眼就认出了这家伙。小时候经常看蒋小军抓着一把牛屎往别人脸上糊，调皮得很。至于后来思辰离开了村里后，听说这小子终于误入歧途，带着一群人跑到南方搞飞车党，被抓了。其实本质不坏，特别够哥们义气。你也想搞？想，但你告诉我能赚多少钱？一天少于30。他一天30，陈哥投机倒把这么赚钱，我跟你干。那师傅那边别管他，我已经不打算去了，每天被他打得半死的，你继续和我抢。思辰也需要人帮忙。蒋小军虽然在张德宝那边学了个半吊子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让他跑板这些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大概和他讲了怎么干的事，蒋小军听得一愣一愣的。陈哥，我想问的是，你这次脑袋清醒的时间？糊涂了这么多年，不会再糊涂了。你想赚钱的话，今天晚上到我家来，我们先赚点快钱。快钱？多快？快如闪电，恐怖如斯。说完他就转身跑到山里，准备搞点山货什么的，尽快回家。那2个老光棍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算了的。他殊不知，此时家里就被围满了人。王国才站在门口破口大骂：做人要讲良心，这是我买的老婆，那小子突然出现横刀夺爱，你们帮我评评理，我是不是该把他给带走？要不你们两兄弟把这姑娘买回去，我就说我们家傻胜这小子在胡闹，一个傻子娶什么老婆？买回去，张凤霞没毛病的。你知不知道这姑娘是被你们傻胜抢过来的？抢过来的，没花钱啊！催话还没说完，一条腿从人群中伸了出来，把王国才踹到地上。王建军本能的扭头想骂娘，但看到思辰手里拿着一把刀后，怎么都对不出来。你们来这里是想把我老婆给带走？胡说八道！我抢你老婆干嘛？王建军两兄弟看似无赖，实际遇到狠角色，比谁都怕，赶紧拉起了他老兄，灰溜溜的就走。下次我还看到你还敢靠近这房子一步，我拆了你们的房子！张凤霞，
我希望你们要点脸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王八羔子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够了！一向老实巴交的黄星光第一次这么爆炸，直接把张凤霞拉回家，震得张凤霞半天脑子没回神。村里人看得一个个摇头离去。哎，这黄星光啊，真娶了个扫把星回来，一户人家女人不和气，真是鸡犬不宁啊！娇儿，把门打开，我回来了。不是说晚上才回来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怎么办呀？那锅鱼汤全被我吃了。王娇儿，赶紧把门打开，听到我说话了没有？你回来了呀？那2条老狗刚刚伤害了你，这是怪我，以后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家里。没有，我跑得很快。听闻思辰松了一口气，往里边走，看到桌上的鱼汤不见，回过头正想说点什么，就见王娇儿像是偷吃的猫，被主人抓了个正着，慌得不行。我洗了锅子，真洗了锅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呀，肚子又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不用，你等着吃就好了，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乖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望着思辰愣了下，感觉他并不是那么的恐怖，不过也仅仅只是这么一个念头，很快被压制了下去。我还是要逃跑的，你的糖衣炮弹是炸不死我的。你要实在觉得无聊，就去那边摘点青菜。好。王娇儿走出门口，只见的菜院里有只老虎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。真有老虎！别动！思辰听到声音跑了过来，神情紧绷地挡在了他前面。千万别动，这头老虎应该认识我。他认识你？小时候我在山里喂过它，别招惹，它看到我后应该会退走。思辰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，这头虎崽子当时受伤严重，应该是大队的人去打猎的时候伤到了，他觉得可怜，所以在家里养了一段时间。当然了，也是跟着他3天饿9顿，没捞到什么好。后来小老虎跑回了山里，不过偶尔晚上的时候会跑过来看一下他。他也是看着这头老虎长大，老虎可能是真认出了思辰，再从地里就这么抬头望着。小花，回去，别吓到了人。思辰喊了声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老虎还真慢悠悠的转过头去回了山林。这一幕看呆了王娇儿。山里真有老虎啊！从山里逃跑的路线好像只能放弃了。村里那2个糟老头又盯着，只要我跑，肯定会被那2个糟老头抓回去。想到这里，小妮子突然委屈的要掉眼泪。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什么事呀？不要跑，我说过，等你想起了家人，我也赚了点钱，到时候我不会限制你自由，要是你跑了，我再也找不到你了，知道吗？王娇儿抬头四目相对，有那么一会，她感觉到了这个男人目中的万般温柔，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心头滋生。但一想起自己是被拐卖到这里来的，这个男人到处说他是他老婆，她有些抵抗情绪，最终点了点头，回避了思辰的目光。我去摘青菜。思辰也没再说话，回屋做饭去了。张凤霞此时也在吃饭，突然飘进来的香味，黄云云这丫头扛不住了，屁颠屁颠的端着饭碗就跑。云云，你个死丫头，能不能有点志气？给我回来！那个，我也去看看，这小子不会过日子。给他1斤油，2顿饭就糟蹋了4、5两，这后边日子还怎么过下去？我得狠狠地教育一下他。张凤霞话音未落，黄星光也一脸气愤地端着饭碗，大步地走出家。这回也不知道为何，竟然和他吵的心思都没有了。张凤霞没想到老公和女儿完全不听她，气得又是在家里撒泼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爸和你一起过一次资本主义的日子，蹭你一回饭。思辰听得一阵心酸，没记错的话，自己父亲已经有2、3年不知肉味。吃吧，正好和你讲点事。这是你做的菜？是的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的菜？师傅那里学的。爸，你尝尝这个，看看味道好不好？这东西山里不是到处都是吗？能吃吗？你吃下再说。黄星光夹了块放嘴里，大为吃惊。这玩意儿味道怎么这么鲜？我活了几10年，怎么都没发现过这东西能吃。这东西就是有的废油。明天我准备去山里采些木耳以及鸡枞菌，背到县城里去卖钱。爸，我怕那2个老东西会过来骚扰他，你帮忙看着点王娇。帮忙看他没有问题，但这东西那么费油，真的能卖钱吗？人又不是傻子，有钱买块猪肉不香吗？那是我们穷人的想法。行的，反正你也没事干，去试一试，能卖就卖。他是怎么回事啊？思辰把昨晚的事讲了一遍，王娇儿也流着眼泪讲了人贩子一路是怎么打的他，气得黄星光起身就要去找那2条老狗，被思辰一把拉住。爸，不着急，让他们再蹦跶几天。哥哥别打架，云云不喜欢。一旁吃得满嘴流油的丫头听闻要收拾那2条老狗，跑过来抱着思辰，生怕他跑了。云云哥哥不去，哥哥去县里赚钱，给你买好吃的。哥哥，那以后我每天都可以和你一起吃饭吗？
当然可以了，哥哥会养你，明年去送你上学。晶晶，那云云一定会好好学习。虽然是同父异母，但黄云云对这两个哥哥更喜欢思辰，因为思辰心疼他。潘涛一直看不起黄星光，还觉得黄星光配不上他妈妈张凤霞。他从未想过张凤霞好吃懒做，如果没有嫁给黄星光的话，他估计早就要饿死。父子俩一直聊到晚上8点才离开。看到黄星光满面红光的回来，张凤霞气得又开始发癫。11点，蒋小军推着板车来到牛棚，之前就约好的思辰在门口等着，俩人就这样推着板车进了山，开始采集姬宗军和木耳。从山里走了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2点，仅只是3个小时，他们就采集了6大竹筐，可见这山的物资有多么的丰厚。四牛村地处大山，只有一条山路出山，距离萧山县城有20多公里路。一直到早上6点的时候，他们终于推着这6筐山货来到了县城的县国营农机厂。这一路上，蒋小军一直在质疑，这东西拉到县城里能卖钱吗？把这些东西搬下来摆好，等一会你就知道能不能赚钱了。蒋小军还是想赌一把，所以一路上也没啥怨言，跟着一起干，很快就把6个筐搬了下来。小伙子，篓子里是啥玩意啊？